欢迎您收看澳洲麦克讲税法第43讲，使用家庭信托买房。大家好，今天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也就是我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的话可能熟知家庭信托啊，那家庭信托可能会买房子，会做生意啊，有些人就直接跑过来问我，Michael 啊，你帮我去建一个家庭信托吧。好，我说等一下，你要拿家庭信托来干嘛？好，要买房子。OK， 那我一般的话就不会是说直接客户是说要建一个家庭信托我就建了啊，主要是说这个家庭信托它给你带来的好处，你是不是有用到，或者是你是不是适合去建这个家庭信托啊？它这个好处有哪一些？然后呢，您的情况是不是适合？好，这些都需要去分析。那我今天的话就想和大家分享几点，然后去让你去考虑一下啊，我到底要不要去建这个家庭信托去购买我的投资房？好吧，第一点的话，您需要去考虑的话就是资产保护。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里做生意的华人朋友们啊，他是做生意的话，就需要对个人资产进行一个保护。那有些人就是说，我做生意，我这生意是在有限公司的名下去做的，那我也不需要什么保护啊。的确是，有限责任制公司的话，已经是把那个生意的一些风险规避了哈，跟个人没关系。但大部分的情况就是你做生意，你不仅仅是这个有限公司的股东，你也是有限公司的董事。一旦你担任了这个有限公司的董事，如果有任何的情况，比如像你付不起税务局的款，或者是别人发现你在付不起债的情况下，或者付不起别人费用的情况下，你继续在找别人订货啊，然后咨询别人的服务啊，这些情况，那有可能你的董事也会受到了牵连。好吧，因为在生意中的话，还是有很多的风险，你想的话去避免，好，把这个自己的资产保护。如果你放到个人名下，好，就有可能就没有那么安全。所以的话，很多的人会选择用一个家庭信托把这个所有的房产买到家庭信托里面进行保护。当然，如果你是就是一个打工族给别人打工的，其实对于你个人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些需要资产保护，所以你可能是说，因为你建一个家庭信托，其实会有很多一些额外的费用在里面，就是看你值不值得花这个钱，然后去享有这个保护。所以一般的话，你是如果没有做生意，其实想一想，到底我是不是需要这个资产保护？好吧。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当这个家庭信托你建起来以后，你去买房子然后房子的话，一般的话，你贷款80%或者甚至90%你可能是负值，也就是你可能这个房产投资的话是亏损。那这个亏损的话，很多人去买这个投资房的就要它的亏损，为什么呢？因为它会抵扣你的个人的收入，这样的话你年底的话有退税。好，当然了，很多人想，这个反正房子这是我的家庭信托，我用家庭信托去买房子，那这个亏损就放到我的自己个人的报税里面去做了，不是这样的。这个房产必须要买到你个人名下，你个人才能享有这个抵扣在你的个人的报税里面。但是如果你放到你自己的家庭信托名下的话，家庭信托里面的亏损只能在家庭信托里面做抵扣，也就是家庭信托以后有利润了，这些亏损才能跟这些利润相抵消。如果你这个一直是亏损，但是你等增值了，把这个房子给卖掉了，产生的利润才能跟这些积攒起来的亏损做抵消，所以是不能跟你的个人的收入做抵消。所以你得想一下，到底你建这个家庭信托的目的，你是要跟你的收入、个人的工资收入相抵消吗？
然后进行一些退税，这样是做不了的啊。但是呢，我们也有其他的家庭信托其他的这种信托的形式也是可以跟个人抵税的。那我们今天就不多说，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讲家庭信托，因为家庭信托大部分是家庭成员他是任意分配的一种形式的一个信托，好吧？就是你如果这个房产是有亏损的，所以你就得想一下了，到底是要放在个人名下，还是放到家庭信托名下？家庭信托就抵不了税，但是放在个人名下就可以。好，第3点的话，你可能要考虑的话，如果你的买的个人名下，或者你和你太太买的名下的房产已经过多了，好，过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一般的你是买的是带地的房子，带地的房子的话，就有可能产生地税。好，每一个州的话，它都有那个地税的一个起征值。好，那如果你地买多了以后都有地税，那你可能想怎么样去合法的避免这个地税的话，就可能是用一个家庭信托去建立，然后这样的话，它那个地税的起征值的话，在家庭信托里面又可以享有了。但是如果你大部分的投资房都是买的公寓，好，那基本上这个问题的话，就不需要用家庭信托来解决了。因为对于公寓来说的话，它地的价值是非常少的，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家庭信托来帮你去规避这个地税，好，那种合法的规避。所以的话，这个也是你得看的，到底你有用到家庭信托的它的这方面的好处吗？所以得注意一下。第4个部分的话，就是家庭信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就是说家庭信托产生的房产利润，好，就是租金的收入大于你的支出，它的利润可以分出来。如果在你的个人名下买了4、5套，那这4、5套投资房的这个利润的话，都会到你自己的个人名下。那如果你能放到这个家庭信托里面，或者分摊到不同的家庭信托里面，那这个家庭信托的利润的话，就可以指定到年底的时候给你的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一定要是18岁以上。如果18岁以下的孩子收到这样的利润，其实交的税的话比你大人还要高，好吧？那有些人的话会有父母一些人他们没有收入，那这个合法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房产的利润可以分到家庭成员里面。但是如果你放到你的个人名下，那所有的收入都放到了你的个人名下。大家都知道，在这里的个人税是有递增的你的收入越高，你的税就交得越高。最后一点也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这一点的话，主要是对于可能您的年龄可能是在45岁、50岁，这个年龄为什么呢？OK， 大部分人在这个年龄的话都会想，我这些现在买的房子，可能以后将来会给孩子因为你能自己名下持有的房子就这么多，其实最后你还是要想你的下一代那为什么我们要想这个家庭信托跟这个下一代有什么关系呢？就简单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家庭他们是有2个孩子或者3个孩子然后你如果建一个家庭信托，那所有的房产可能买到这一个家庭信托，那这个你到时候怎么样把这个房产给这些孩子呢？你是要从这个家庭信托把这个房子转让给这个孩子呢，还是怎么样 ？OK， 这是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税，因为你从家庭信托转让给每个孩子的时候，就会有增值税，就会有印花税。但是如果你在购买的时候，你就想到了10年、15年甚至20年以后，你会把这个房子可能移交给孩子，你可能就是说孩子，你大孩子就是你的大儿子或者大女儿，然后你就建一个这个家庭信托专门给他。那专门给他的时候，你里面就放1套物业或者是2套物业，就看你的经济情况，或者你现在就是一个投资的状况那以后的话，你就是把这个家庭信托以后就移交
给你的大儿子或者大女儿。这样的话，那你这个本身这个房产就在家庭信托里面，并没有产生任何的转让。这样的话就合法的避免了一些印花税或者是可能产生的这个增值税。那你的小儿子或者小女儿你专门在建另外一个家庭信托，那这个家庭信托的目的就是说以后这个房产就要转让给他的，以此类推，就看你有几个孩子了这样的话你可能会有建几个家庭信托，以后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家庭信托移交给孩子，而不是房产因为你房产在转让的时候的话，就有很多的税务就会产生。但是的话，你把家庭信托里面重要的职位移交给孩子，那这个税基本上就没有了，好吧？那希望的话，今天我讲的是否你要建家庭信托来购买房产的税务一些问题的话，对你有帮助。好，如果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请跟我联系和交流，也欢迎扫视频的右下方的2维码，谢谢。感谢您的收看，请您关注本期要点和下期预览。澳洲麦克讲税法节目每周将会频繁更新，经验丰富的会计师麦克将为您介绍最新最快的澳洲税务信息，和您的生活、工作、生意息息相关，可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您有任何澳洲税务问题，请用手机扫一扫左侧的微信2维码与我们联系。你也可以拨打澳洲税务咨询热线871202384和海外税务咨询热线+61871202384。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哟。我们下期再见。